在柏林國際航空航天展覽會上，一架沒有駕駛艙的直升機模型成為全場焦點。空客直升機公司正式發布了 U145， 全球最暢銷的 H145雙發輕型直升機的無人版本。空荡荡的機頭與密布的雷達傳感器形成了某種現代主義的怪誕感，不是沒有駕駛艙，是根本不需要。U145最大起飞重量約 3.8 噸，有效載荷約 1.2 噸，可在拆除駕駛艙後搭載長達2米的集裝箱式貨物模塊，機頭集成蚌殼式艙門和可折疊裝卸平台，号稱360度裝卸。這架鋼鐵巨獸的出現，標誌着無人機貨運正在從送外賣的小玩具進化成真正能左右戰爭與救援的空中搬運工。為什麼U145要讓直升機自己飛？無人機貨運到底比有人直升機強在哪兒？無人直升機的崛起對軍事後勤意味着什麼？對民用物流領域又有什麼影響？空客選擇 H145作為改装平台絕非偶然。H145是當今全球最成功的輕型雙引擎直升機之一，全球有超過1800架在役，累計飛行時間超過850萬小時，橫跨軍事、公共安全、醫療救援和民用運輸等多個領域。它的最新版本採用5叶主旋翼和赛风公司阿赫纳2E發動機，配全權限數字發動機控制系統，運行可用性高，維護成本低，在嚴苛環境下可靠性久經考驗。U145正是在這個成熟平台上進行全面無人化改造的產物。傳統駕駛艙被徹底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專用傳感器套件和人工智能系統，實現全自主飛行。結構上也做了大量貨運適配，機頭集成蚌殼式艙門，配備折疊裝卸平台，加固地板，前後左右均設有艙門，可從任意方向裝卸貨物。空客直升機公司首席執行官馬蒂厄·卢沃特在发布会上表示，通過 U145， 我們為客戶提供了 H145直升機的自主無人版本，將 H145久經考驗的機身、動力和有效載荷與無人機的自主飛行性能相結合。放眼全球， U145並不是空客第一次將有人直升機改裝成無人機。此前，空客已開發了基於卡布里 G2 的 VSR700， 專為法國海軍艦載任務設計。在美國，空客美國航天與防務公司正與盾牌人工智能公司、L3哈里斯公司和帕里實驗室合作，為美國海軍陸戰隊開發 MQ-72C 拉科塔連接器、UH-72B 拉科塔及美版 H145的無人版本，已於2025年6月完成首次自主飛行測試。U145可以被視為這項技術跨越大西洋的回流，空客將其在美國積累的實踐經驗直接應用於歐洲市場的產品化與商業化嘗試。據飛行國際報道，空客此舉並非簡單的技術移植，而是有意打造一個獨立的歐洲無人機生態系統。盧沃特在發布會上補充道，為了研製 U145多用途無人機，我們將與領先的自主任務夥伴合作，進一步擴大歐洲的無人機生態系統。U145計劃2026年底前完成首飛，初期將配備安全飛行員，預計2030年代初投入服役。它的出現代表了無人機貨運從輕型快遞向重型物流的質變。載重1.2噸，足以運送軍用物資、醫療設備、消防器材，甚至小型車輛。這不是送外賣，這是真正的空中運輸隊。在軍事領域，無人貨運直升機解決了一個困擾指揮官多年的難題：如何把物資送到最危險的地方，同時保護飛行員的生命安全。傳統的有人直升機後勤運輸過程險象環生。在阿富汗山區，美軍支努幹直升機執行前線補給任務時，經常遭遇小口徑武器、肩扛式防空導彈，甚至簡易爆炸裝置的威脅。不僅是幾千萬美元的飛機，更是有可能損失一名經過數年培養的飛行員，這是任何軍隊都難以承受的。而無人貨運直升機的優勢在於，它把可能損失重要飛行員的高危任務變成了可重複的戰略消耗。有人直升機时期，飛行員飛一次死亡公路回來手心全是汗，再飛第2次，心理防線開始崩了。連續執行3次高危補給任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有人的心理承受極限問題。機組需要休整，需要心理準備，甚至可能拒絕再起飛。這不是慫，這是人之常情。它的出現將人員安全風險完全歸零。U145執行前線補給時，無論遭遇多強的防空火力，損失都只是裝備本身。一架造價數百萬美元的無人機，換來一個連的彈藥補給，這筆賬怎麼算都划算。並且 U145不需要休整，也不需要心理干預，它只需要換電池、重新裝貨即可再次起飛。這才是無人貨運直升機最大的戰場價值，
不是飛得快裝得多，而是它能前往載人直升機根本不敢去的地方，一趟接一趟的運輸物資，不再依靠人的犧牲去構築防線。當戰爭進入消耗階段，決定勝負的往往不是誰的火力更猛，而是誰的後勤線能在持續打擊下不断把補給在敌方眼皮子底下運進去。無人機不怕這個，空客還在與歐洲導彈集團 MBDA 合作，探索將 U-145改造為無人機母艦，從機艙發射小型無人機、巡飛彈或傳感器，擴大偵察範圍和打擊縱深。這一概念與西科斯基公司的無人型黑鷹類似，後者可從機艙發射數十種有效載荷，包括監視無人機和巡飛彈。當一架無人直升機同時是運輸機、偵察機和攻擊平台時，它已經不是後勤工具，而是戰術武器。這不僅是運輸，更是從單一後勤節點向分布式作戰節點的演進。然而 U-145的意義不僅在於能打仗，更在於打得起。基於成熟平台 H-145改裝，使 U-145的採購和運營成本遠低於全新研發的專用無人機。據分析 ，MQ-72C 及145的美版同類，在自主飛行、模塊化設計和高可靠性方面具有顯著成本優勢，維護需求極低，出勤率高。未來執行大規模前線補給時，這種經濟優勢將轉化為可持續的戰場消耗能力。軍事上的無人貨運直升機當然不是萬能藥，但它解決了有人運輸平台最尷尬的困境：越是危險的任務，越要派最昂貴、最稀缺的資源去送。如今，這個邏輯被徹底扭轉。無人貨運直升機的賽道遠不止空客一家在跑。如果我們把這些項目放在一起看，可以清晰分為3類：實戰型、技術型和戰略型。烏克蘭就是典型的實戰派，從2023年起就在前線跑英國的 Ultra 超級無人機，載重150公斤，飛1000公里，計劃升級到200公斤，飛2000公里。這不是測試，這是每天都在打仗的實戰驗證。俄羅斯的翼牛系列有250公斤和750公斤2種型號，專為北極、西伯利亚、遠東設計，部分替代米8直升機。開發它的飛行卡車公司說的直白，填補了俄軍缺少輕型運輸航空器的空白。而且無人機聲學特徵弱，不會產生直升機特有的熱輻射，生存能力反而更強。蘇霍伊的 S76更猛，載重300公斤，航程1000公里，一個操作员能同時管12架。這已經不是無人機送貨了，這是在重建整個航空物流。波蘭搞了信使無人直升機，載重200公斤，專門給前線特種部隊送彈藥，明確要求能在 GPS 干擾和電子戰環境下作業。波蘭人想得很清楚，供應鏈必須掌握在北約自己手裡，零部件全部來自盟國，不是為了省錢，是為了打仗時不被斷供。奧地利的西贝尔公司走的是技術路線，其 S-100無人直升機已服役20年，遍布全球5大洲，超過45個國家。這架機已經不是試驗品，是每天在天上飞的成熟裝備。更重要的是，西贝爾已推出武裝型的 S-101和 S-301，直接在烏克蘭的对抗環境中驗證過抗干擾能力。能打仗的無人機拿去救災更不是問題。這就是實戰技術下放民用賽道。2025年，西貝爾的 S-300已完成首飛，載重250公斤，續航時間和載荷能力大幅提升，可用於反前站，投放多個聲納浮標，數據實时傳回指揮中心。這種全天候、抗干擾、長時的能力，平移到民用，就是極端天气下唯一敢飛的運輸工具。歐洲防務局已選定西貝爾的 S-100參與跨域後勤計劃，在惡劣環境下的最後1英里補給，2025年就完成了模擬任務驗證。這不是某國家單幹，是整個歐洲在統一標準、統一採購。日本則是戰略性，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川崎重工推出了 K-Risa， 載重200公斤，航程100公里以上，目標2028年量產。日本老齡化，人口減少，山區輸電塔的物資運輸缺人幹。三菱重工也在搞中型無人機，載重200公斤，大型垂直起降機型，航程1000公里，主打雙用途，救災和防務一起考慮。白俄羅斯的天空卡车無人貨運直升機採用混合動力和羅爾斯羅伊斯發動機，已完成第1階段飛行測試。雖然是蘇聯老工業體系的後裔，但走的是可選駕駛路線，有人無人模式自由切換，無人模式下反倒更安全。在無人機方面，美國從不會落下时代。諾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MQ-8C 火力偵察兵基於貝爾407平台，最大有效載荷達1200公斤，已在美軍驅逐艦上完成起降測試，可執行偵察、目標獲取和貨物補給任務。
空客美国自己開發的 MQ-72C， 基於 UH-72B 拉克塔及美版 H-145， 巡航速度250公里每小時，航程648公里，最大載重含外掛吊運約1814公斤，是 U-145最直接的兄弟版。該項目已於2025年完成首次自主飛行測試，正在為海軍陸戰隊開發。無人機貨運已經從能不能用進入怎麼大規模用的階段，不是誰在探索，而是誰在實戰。烏克蘭驗證了抗干擾，俄羅斯驗證了極地，波蘭驗證了北約供應鏈自主，日本驗證了老齡化社會的替代方案，歐洲正在統一標準。當這些力量匯聚在一起，重型無人貨運直升機就已經不是未來的趨勢，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U-145只是這場全球競賽中的一個玩家，但他用成熟平台換裝人工智能大腦的方法，可能是最務實、最接近商業化的那一條路。U-145真正讓對手緊張的是他懂貨。U-145的聰明不在於它能飛，而在於它解決了傳統直升機貨運最大的效率瓶頸——裝卸。傳統直升機需要地勤人員在旋翼强劲气流下進行危險作業，而 U-145通過机頭蚌壳式艙門加折疊平台的方案，實現了自動化、標準化的裝卸流程。這不是簡單的飛行工具，而是一個能夠接入物流自动化倉庫的空中集裝箱。當它停靠在補給點時，自動托盤可以直接將其填滿。這種工業級的聯動，標誌着無人航空作業從實驗性質走向了生產線性質。這種設計思路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模塊化貨運適配。U-145不是改裝一架飛機，而是改裝一個飛行載體。它解決了傳統直升機側門裝卸效率低，無法加載如2米集裝箱的長條貨物。這是 U-145區別於普通改裝機的關鍵所在。無人機貨運本質上是空中的集裝箱化。當直升機變成一個標準化的搬運單元，它就真正融入了現代物流的流水線，不挑跑道，不修公路，不需要飛行員，不需要心理干預。U-145不僅是空客的產品，更是整個無人貨運行業從手工時代邁入工業時代的標誌。那麼，固定翼無人運輸機和無人直升機誰才是未來的主角？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兩者各有明確的生態位。固定翼追求航程與效率，適合幹線運輸，把貨物從大倉庫運到區域樞紐。而無人直升機追求靈活性與點對點能力，適合複雜環境下的最後1公里。未來的低空物流版圖不是2選1，而是兩者的分工協作。固定翼飛幹線，直升機飛末梢，誰維護成本更低，誰供應鏈容錯率更高，誰就在各自的領域占據優勢。U-145的出現，與其說是技術突破，不如說是思路突破。空客沒有像其他廠商那樣白手起家造一架全新無人機，而是選擇把一架成熟的暢銷直升机拆了駕駛艙，裝上人工智能大腦。這份務實的創新，可能比任何天馬行空的概念機都更接近大規模商業化的進程。2026年的柏林航展上， U-145以一架沒有駕駛艙的直升機模型，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重型無人貨運的時代已經拉開序幕，它不會取代有人直升機。在某些任務中，飛行員的判斷和應變能力仍無可替代，但在那些没必要有人、不該有人的任務中，它將逐步接管。本期關於 U-145無人貨運直升機的視頻就到這裡。最後有3個問題想與各位討論：第一，當 U-145這類重型無人貨運直升機投入實戰後，前線補給是否會完全用無人設備管控，還是說有人加無人的協同模式才是更現實的過渡路徑？第二，如果不考慮法規限制，U-145的模塊化貨運加垂直起降能力，會對哪個行業產生業務模式的顛覆？應急救援、偏遠物流還是海上平台運輸？第三，無人貨運直升機和固定翼无人運輸機，誰的維護成本更低？誰的供應鏈容錯率更高？在未來的低空經濟版圖中，誰會是幹線運輸的主角？誰又會主宰最後1公里？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分析，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